爹，娘，我捡到一本绝世秘柜玄清宫，给我10年，我一定提着仇人的头来祭拜你们。江湖，我他娘的来了！爹，娘那个，我们断绝关系吧。孩儿无能，这大仇，您二老另请高明。江湖，我退了，这一退就是一辈子。贼老天，我干你！刚穿越就让我捡到绝世秘籍，可我却资质平魔，老了都还是普通人。幸好老子会经商，不然你让我怎么活？爷爷，你以前是干啥的呀？爷爷以前啊，闯荡江湖的。哇，那你会武功吗？会一点点，3流那种。3流是啥意思？3流就是连你奶奶打不过。沉默，找了你30年，你挺能藏啊。你们要干什么？紫衣门办事，斩草除根。我能问个问题吗？当年你们为什么杀我全家？不知道，我就是个干活的，上头让杀就杀。行吧。原来我不是什么武侠男主，只是路边小兵，笑傲江湖哪有那么容易？此仇不能报，我恨呐！丁，宿主第1式结束，第1式结算中。宿主第1式结束，评价88。所获评分可用来提升下一式的资质、悟性、血脉。你第1式，你的悟性10，资质11，血脉5。这玩意儿就是我的金手指，每次死了都能保留意识，转世重生。那我是仙侠男主啊！大仇可报矣。不对，既然我能转世轮回，那上面是不是还有修仙的？管他呢！现在最重要的是报仇，非报不可。童子，给我加50点悟性，剩下的全部梭发到资质上。加点完毕，已重开。这一世，我叫林默爹娘都在，还有个8岁的小妹。爹，醒了，锅里留了碗粥，趁热喝了。今年旱得厉害，3个月没下雨了，庄稼全枯了，秋收能收回来1成都是烧高香。村里咋说？能咋说？熬呗，有存粮的熬，没存粮的想办法。爷，哥，好消息！啥好消息？村里来人了，穿的一身紫色衣裳，说是要招人去啥门当弟子，还管饭。啥门？不知道，紫什么的。紫衣门？对，紫衣门，哥你知道？前世追杀了我50年的仇家，我能不知道吗？现在转世，紫衣门就来村里招人。爹，我想去试试。是啥？去紫衣门当徒子。你知道那是啥地方不？不知道。是给人当牛做马的地方。我听人说，那些大门派招人，说的好听是杂役弟子，不好听就是奴隶。我知道，知道还去？家里养不活4个人，我去紫衣门，起码有口饭吃，还能得到一笔安家费，这样你们也能度过灾年。哥，你别走。明天紫衣门的人来村里，你要是想去，就去试试。要是不行就回来，咱再想别的办法。爹有的是力气，怎么也不会饿着你。领头那个一定是那门弟子。姓名？吴二狗。检测不合格，7经8脉完全堵塞。下一个。师兄，这穷乡僻壤的能有啥好苗子？咱这纯属白跑一趟。宗门要扩大规模，杂役也得招。资质愚钝的带回去当杂役也行。也是。姓名林默，年龄15。放松身体，有意思，再试试。不错，你这资质，莫说杂役，当个外门弟子都绰绰有余。再试一次，我仔细看看。师兄，这资质在外门里算好的了吧？在外门弟子中算中上等，要是肯下苦功，将来升内门当护法也不是没可能。你可愿意入我紫衣门外门，正式拜师学艺？外门弟子居然不是杂役，看来那38点资质还是有些作用的。大人，外门弟子和杂役有啥不一样？杂役是伺候人的，外门弟子是练武的。杂役吃剩饭，外门弟子吃食堂。杂役干10年还是杂役，外门弟子干10年说不定就成内门了。
那我肯定选外门啊！林墨，2经3脉收为外门弟子，回去跟家里人告个别，明天跟我们一起走。这是安家费，领了拿给你爹娘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大牛，你儿子出息了。哥，你以后是不是就能吃饱饭了？能吃饱。那能给我带好吃的回来不？能。听说村长家的丫头八脉全通，那岂不是传说中的八脉全通？再测一遍。真的八脉全通，师妹，这是100年难遇的练武奇才啊！林姑娘，你愿不愿意入我紫衣门？愿意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紫衣门内门弟子，直接跟我回宗门。这是什么待遇？八脉全通，我加了38点资质才2经3脉，这就是差距啊！立刻终止招生，带上昨天选出来的人，即刻启程回宗。是。这么多，儿子，这爹，拿着，给家里盖间新房，给小妹做身新衣裳，明年开春买头壮实的牛。哥要走了，你在家要听话，照顾好爹娘。那哥哥，你还会回来吗？这是什么？桃树的种子，你把它种在院子里，好好看着长大。然后呢？然后等它开花结果的时候，哥就回来看你。真的？真的。那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？那我每天浇水，每天看着它长大。走了。哥，我等桃树开花。快看，那边就是陈家村。陈家村啊，可惜了，50年前被七杀派的人屠了。等我们赶过去的时候，早就晚了。那一战，陈家村一个活口都没留下。太惨了！魔道贼子，当真该杀！林墨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说啥？他们都在夸，你咋不夸？俺嘴笨，不会夸人。你也是咱们村的，以后在紫衣门，咱俩要互相照应。那肯定的，互相照应。你是八脉全通的天才内门真传，我一个外门弟子，怎么照应你？倒是你，说不定会成为我的敌人。你以前练过武没？没有，我爹说女孩子家练那干啥？那你咋想去紫衣门？家里穷，我弟快饿死了，紫衣门能给安家费，我就来了。俺也一样。外门弟子就这待遇，每个月3两2钱，管3顿饭，逢年过节还有福利。好好练功，争取早日升内门。好好练，有什么不懂的，每月初1有长老讲课，你可以去听。多谢师兄。这都是一些入门的东西，前世那本玄清功可比这难多了。我记得每个字，但就是不懂啥意思。现在这本简单的有些无聊。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这2个月来，我每天只睡2个时辰，其余时间全在琢磨这本破书。初1去听长老讲课，听完了就追着长老问问题，问的那个长老都烦了，看见我就躲。但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悟出了一点点。不是吧？我琢磨了2个月，只占了全书的不到1/10。这玩意儿到底是谁写的？行吧，慢慢来。我辈修士，当打100万拳，爽！这小子还在练功，可不咋的，每天都练，命都不要了。切，装模作样。听说他刚来2个月就练成了紫鱼心经，二长老经常夸他刻苦，刻苦有个屁用！2经3脉的资质能强过那些3经4脉的？玄清宫第1层，我练得差不多了，再有2个月就能突破3流5成。林墨练得挺勤快呀。有事。兄弟们看你天天这么练，累不累啊？
歇几天呗。歇不歇是我自己的事。你自己的事儿，你天天这么练，长老天天夸你，搞得好像我们多懒似的。你这么搞，让我很难做啊。所以呢，你们想咋地？简单，以后少练点，别天天出风头，不然咋地？不然就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。垃圾，自己不滚，还需要我送送你吗？才1年就晋升3流武者，比前世快了20倍，这就是功法以及资质带来的改变。林墨，你突破了！我靠，1年就3流了，你小子可以啊！林墨，你突破了3流，不去长老那儿报备一下？报备啥？报备了有奖励啊，丹药、兵器、功法都有。3流了，不错。林墨，你回来了，恭喜！咋瘦成这样？干活累的，每天天不亮就起，半夜才能睡，吃的还不如在村里。没功法练，哪有钱换？一本功法要50个功勋，我们干1年才攒30个，攒够了还得换吃的，哪还有余钱？你们有啥打算？我们几个商量好了，攒够赎身的钱就回去。赎身要多少？100两。100两，按他们现在的收入，不吃不喝都得攒10几年。没办法，卖身契上写的，要么攒够赎身钱，要么突破到3流武者，不然就得一直在这儿待着。这是1点银子，不多，你们几个分分。回去了以后帮我个忙。啥忙？你说。我爹和我妹还在林家村，你们要是回去了，帮我照看着点，有什么难处能帮就帮一把。你放心，我们几个记着了。林墨，是，跟我走一趟，林师姐要见你。林师姐，林婉儿。好。见过林师姐。过来坐。1年就突破3流了，不错。跟师姐比差远了。咱们是一个村的，说起来也算是同乡。以前在村里的时候，我见过你几次。师姐记性好。现在我进了内门，拜在大长老门下。你在外门也混得不错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？这是想收编我？能有什么打算？好好练功，争取进内门呗。进内门之后呢？之后还没想那么远。你倒是实诚。这是一瓶聚气丹，对3流武者有好处，你拿回去好好练功。3年后外门有一场大比，前3名可以进内门，我希望你能进前3。好。我入了大长老门下，以后在内门也需要一些人手。你是我同乡，你若能进内门，以后跟着我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多谢师姐抬举，以后但有差遣。回去练功吧，3年后等你的好消息。临死前，我看到的最后一张脸，就是这张脸。他是内门的护法，实力2流顶尖，而我才3流，差得太远了。我还需要继续蛰伏。只有3天时间了，拼了！最后一刻，我总算成功突破2流，终于有了与那些天才一较长短的资格。我操，林墨也2流了！他什么时候突破的？不知道啊，前2天还是3流呢。 2流确实比3流强太多了，玄清宫也不一般。同样是2流初期，我的真气量质量更高。第2场对手是周元凯，外院4位真天才之一。林兄，请指教。好内力，你这是什么功法？
小子内力明明不如我，但就是打不垮，这是什么鬼功夫？激战至40招，这小子的内力竟还没耗尽，看我一击破你！找到了，受死吧！输了。余墨应接一击主刀，好狂，就像一头狼，就叫他狂狼好了。或许他能跟外院第一天才沈流云一较长项。林哥，你赢了周元蒯，你赢了4大天才。林师弟，你很强，还好，你的打法我看懂了，就是硬扛着往前冲。但这招对我没用，试试，因为我的剑你扛不住。沈流云，流云剑无敌，外院第一天才，实至名归。承让，这就是差距。他拼尽全力能扛周元凯40多招，但在沈流云面前，我只扛了3剑。多谢指教。这4年来，我打着大长老的旗号，暗中招募心腹，成立暗狼组，为林暖儿办事。在资源的堆积下，我已是2流巅峰，距离1流仅有1线之隔。这1线之隔，却不知要何年才能突破。大人，吴护法那边有消息了。说，吴天德3天前领了密令出宗，刚刚收来消息，他已完成任务，正往回赶。不过什么？他受了伤，随行弟子死伤大半，此刻身边只有3、4人，正从清风峡方向返回。通知暗狼组全员出动。是。9年了，从第一世被灭门到这一世蛰伏9年，今天该报仇了。还有多久到宗门？护法，过了这峡谷，再有半个时辰就到了。不对劲，太安静了，虫鸣声怎么停了？快停下！有埋伏！谁他妈敢埋伏老子？知不知道我是谁？紫衣门内门护法，你们活腻了！你是谁？你是狂狼沉默！沉默！你疯了！同门相残，你知不知道这是死罪？同门相残，只要杀得干净，谁能知道？你为什么要杀我？我跟你无冤无仇！等等，你刚才说杀得干净，你还想杀谁？你觉得呢？你疯了！你他娘疯了！我是内门护法，我师父是执法长老，杀了我你也活不了！你这个疯子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，紫衣门也不会放过你！想知道我为什么杀你吗？记不记得陈家村？我上辈子叫陈默。大人，有东西。这是赤果，我听人说过，这玩意儿能助人突破瓶颈，是难得的宝贝。吴天德拼死带回来的，但现在归我了。恭喜大人！终于晋升1流武者，在紫衣门也算高端战力了。2经3脉的资质，1流基本就是极限，再往上后天。1流了，托师姐的福。是你自己的本事。他的气息和内门那些护法完全不一样，更凝实，更厚重，像是一座大山压在面前。师姐，你后天了？小后天而已。师姐天赋惊人，小后天算不得什么，待我突破大后天，才能年轻1倍无敌。暗狼卫发展的如何？托师姐的福，现在有3流武者17人，还有5位刚突破2流，都是能办事的。
继续好好干，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愿为师姐效劳。行了，随我去拜见大长老。掌门要过9时寿诞了，届时会宴请天下豪杰，各派都会来人，也会在宴会上确认下一任掌门人选。陈默，你说说这事儿怎么看？弟子斗胆说一句，掌门之位有德者居之，婉儿师姐的天赋，放眼整个宗门，无人能及。若是掌门执意传位给侯师兄，只怕难以服众。你的意思是，若是掌门宣布的是婉儿师姐，那就皆大欢喜；如果不是，那就抢先动手。你先下去吧。大长老还在举棋不定，那就由我来添一把火，让紫衣门乱起来。诸位弟兄，今晚我将带你们去搏一场大富贵，可愿同去？无所愿也。吾等愿为师姐扫清障碍，请大长老早做决断。这些年，陈默替我办了很多事，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为了往上爬，为了资源，为了利益。可现在，他带着20多号人跪在这儿，说愿意为我去死。陈默，你想好了？弟子想好了。好，若大事可成，我定然不会亏待你等。师父，请您成全。婉儿是我一手带大的，24岁的小后天，紫衣门立派级以来从未有过。未来的先天强者，甚至可能更高。侯方杰凭什么跟他争？掌门之位，有德者居之。他徒儿做的呢，我徒儿怎么做不得？陈默，这些年你做的事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以后有什么事，你放手去做。需要什么资源，直接开口。若是成了，我也不会亏待你。谢大长老。大长老也是有私心的，若是事成，他会先过一把掌门的瘾，再传给林婉儿，名利双收，好得很。各怀心思，这样最好。张掌门，里边请。李帮主，久仰久仰。王老英雄，您能来真是蓬荜生辉。陈长老，离开林家村已经整整10年了，现在桃树应该开花了吧？小妹也长成大姑娘了。灵护法，抱歉抱歉，张掌主，里边请。没关系，过了今天，一切都会不一样了。掌门之位，终究是我的。诸位，今日是我9时寿诞，多谢各位赏脸。由于我年事已高，虽有大后天修为老当益壮，我决心闭关搏一搏先天。闭关期间，紫衣门不可一日无主。今日我便宣布下一任掌门人选。且慢，大长老有何话说？掌门之位事关重大，不可草率。我有德者居之，与其指定掌门，不如让所有年轻一辈比一场，谁赢了，谁就是下一任掌门。大长老，你这是在质疑我的决定？不是质疑，而是建议。掌门一言堂，难免有失偏颇。若是公开比试，便公平公正，天下英雄都可以做个见证。诸位觉得我这个提议如何？习武之人，自然要靠拳头说话。公开比试，公平公正，这样好，大家心服口服。大长老今天这一出，分明是早有预谋。好，就依你所言，公开比试。侯师兄，师妹斗胆请教。李婉儿赢了，24岁打败36岁的师兄，天才，真是天才！掌门，承让。不对，我被人下药了，真气使不上劲儿，不然我怎么会输？侯师兄，输了就输了，何必污蔑人？我没污蔑，我体内的真气确实不对，你们大长老一脉肯定动了手脚。放肆！输了就说是下药，这就是掌门的弟子。谁不知道你们早就想夺权？公平公正，你们肯定在饭菜里下毒了。放屁！明明是你们技不如人，输不起就别比。跟他们废什么话！大长老一脉的兄弟们，动手！大长老，婉儿师姐万岁！为了富贵，拼了！打起来了，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咱们看戏就好，别掺和。大人，山上打起来了。我当然知道，这可是我亲手挑起来的内乱。给侯方玄下毒的人是我。那毒混在酒里，侯方杰喝下去的时候还笑着跟我点头致意呢。
开门，请一些我们的朋友。什么朋友？外面可都是……这一刻，我等了整整10年，今天就是紫衣门灭门之事。你就是那个传信的，干得不错。哈哈哈！从今往后，紫衣门便不存在了。杀！我们打进来了！有内鬼，上门被人打开了，快挡住他们！10年了，10年的隐忍，10年的谋划，10年的蛰伏，今天终于实现了。爹，娘，前世的孩儿你们看到了吗？今天我替你们报仇了！不好，紫衣门有先天老怪！好，很好。本座闭关30年，一出关就看到你们在自相残杀，快撤！还引来了魔门。你有何话说？太上长老，纵容门下夺权，以致门派遭此大难，该当何罪？一个不留。大长老一脉皆为叛逆，查清之后，紫衣门竟然有先天30年闭关的老怪物，偏偏在今天出关，偏偏今天突破先天。林婉儿呢？杀了他！这个女人太恐怖了。大人，咱们怎么办？大人，你去哪儿？大人，你不是说要带我们搏一场大富贵吗？江湖险恶，本就如此。回家。哥，桃树开花了。哥，你回来了，你真的回来了。回来了。爹，哥，你肯定饿了吧？快吃。哥，你说等桃树开花就回来看我，桃树年年开花，你一直没回来，我还以为你骗我呢。没骗你，就是有点忙。哥哥这次回来好像不打算走了。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？没事。找到了吗？禀太上长老，林墨提前转移了家人，踪迹全无。斩草除根，继续查。林婉儿呢？还在追查，暂时没有消息。查是。25岁的大后天，这丫头比我想象的还能跑。又回来了。这一生的你执着于复仇，15岁入紫衣门，蛰伏10年，首任仇人吴天德门寿宴下毒，挑起内乱，引七杀门攻山，重创紫衣门，却终究棋差一招，失败后毒发身亡，卒于故乡桃花树下。你这评语能不能正经点儿？下一世即将开启，是否使用积分？用。资质加188点，悟性加100点。林兄，你总算醒了。昨晚喝那么多，我还以为你要睡到下午。这一世，我居然成了七杀魔的嫡传弟子，临经者，五经七脉比前世强了何止1倍。这资质放在紫衣门，妥妥的内门天才啊！可我已经17岁了，怎么才3流武者？原来全是因为眼前这位损友，每天拉着我喝花酒。林兄，今天咱们去哪儿？听说城东新开了家青楼，姑娘水灵得很。周兄，你修炼的是什么功法？合欢心经啊，你不是知道吗？这功法需要在青楼修炼。
那当然，合欢心经嘛，不跟姑娘双修，怎么长修为？那我呢？我修炼的是白莲心经，童子之身威力最大，所以我逛青楼能长修为吗？这个好像不能。那你天天拉我逛青楼，这不是有福同享吗？你看你天赋那么好，少练2天也没什么。林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想明白了点事。上一世我亲手把紫衣门搅得天翻地覆，但终究功亏一篑。不急，君子报仇，时势有可，我有的是时间。林兄，想去看看？听说花魁今天有空，你不是一直挺喜欢他的吗？不去了。为啥？你以前不是天天念叨他吗？周兄，我问你个问题。你说。魔门7堂，咱们2堂的关系应该算不上多好吧？周兄，这10年来，你天天拉我喝花酒，耽误了我多少修炼时间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以前不懂事，觉得你是真心对我好，现在我想明白了，你逛青楼能长修为，我呢，我只能费时间伤身体。你说你天天拉着我图什么呢？行了，以前的事就不提了。从今天起，咱们各玩各的。林兄，你别误会，我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觉得一个人玩没意思。哟，林大公子今天怎么有空来？青楼倒闭了，想查点东西。进去吧，进去吧，别弄坏书。什么？紫衣门死了那么多人，居然没有就此没落，反而比之前更强了，成为正道3大领袖之首。朝廷不能让魔门一家独大，所以需要扶持正道势力。但朝廷扶持紫衣门的力度大得有点离谱，这是把紫衣门当亲儿子养啊？不对，事发15年前。距离他上一世死亡才过去15年，可我已经17岁了，时间对不上，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穿越了时空，往前穿了2年？还是说夺舍？管他呢，不管是穿越还是夺舍，我都是沉默，这就足够了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装的吧？肯定在屋里睡觉，我赌他撑不过3个月。我靠，他吃啥了？不知道啊，青楼倒闭了，他可能真没事干了吧？别瞎说，人家可能是认真的。白莲心经里的口诀和玄清宫里的口诀好像能对上，不是一模一样，而是互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这2门功法原本是同一本？可是不对啊，白莲心经虽然不错，可玄清宫起码是先天宗师所造，2本功法层次差得太远，怎么会是同一本？白莲心经会不会是简化版？甚至玄清宫也不是完整的，只不过玄清宫相对白莲心经更完整一些，将白莲心经补齐之后，再与玄清宫结合，才是真正的完整功法。堂主，林惊蛰这几个月一直在闭关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用功得很。那逆徒也会闭关，不会是在青楼闭关吧？哼，师傅。叶二流，只差1线。这几个月，你真的一直在闭关？是。没出去鬼混？没有。没去找合欢堂那帮人？没有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啊，臭小算开窍了。你爹当年把你托付给我，说你资质不凡，让我多看着点。这些年，我看着你整日往合欢堂跑，心里那个急呀，骂又骂不得，打又舍不得，我都愁死了都。现在好了，你总算懂事了。等你突破2流，我亲自给你挑一门好功法。以你的资质，将来接我的帮也不是没可能。接班白莲堂主，那自然是好的。但如果是魔教教主，那不是更好？师傅，弟子有一事请教。说。咱们的白莲心经是从哪儿来的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弟子修炼的时候，总觉得这功法有些玄妙，不像是后天功法，但又说不清缘由，所以想问问来历。你倒是问着了。昔年圣教开派祖师留下一门神功，名为玄魔功。但这功法太过于深奥，一般人根本练不了，所以圣教教主把它拆解开，简化成7部功法，传给7位亲传弟子。这7位亲传弟子后来就成了7位堂主，传功至今。玄魔功、玄清宫名字都这么像，果然有关系。会不会这2本功法本来就是同一部功法的2半？只有把2者结合，才是真正的完整功法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师傅，玄魔功现在还在吗？在，但那是教主才能修炼的功法，咱们7位堂主只能参悟简化版。当然，修为不够，玉性不足，看了也是白看。我要想覆灭紫衣门，抱着灭门之仇，就至少要成为堂主，前路任重漏远了。去吧。我明白了，徒儿告退。2年半，从3流到1流门口，
这速度，放眼整个江湖都是顶尖的。林师兄，堂主喊你过去。知道了。师傅，怎么了？血刃堂堂主快不行了。血刃堂，上一世我引的就是血刃堂的人攻山。当年那一战，血刃堂主身负重伤，逃回来之后就一直没好过。这些年全靠丹药吊着命，他要是死了，血刃堂就麻烦了。剩下的阿猫阿狗根本撑不起个堂口，所以长老院商量了一下，等现任堂主死后，新堂主从咱们6堂的精英弟子里选。怎么选？是开个比武大会，还是选个修为最强的？一堂之主统领上万部众，岂是光比武就能定的？计谋、城府、信性、手段，方方面面都需要考量。长老院会挑选综合素质最优秀的一位出任血刃堂代理堂主。代理？对，代理。因为圣教有规矩，堂主最低也要后天修为。就比如你现在才2流巅峰，即便选上也不够格。什么时候突破后天，什么时候转正。那长老院怎么考察？总不能一个个看吧？人的名，树的影，真正的人才是遮不住的。你想让长老院注意到，就得在江湖上闯出名堂来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林琛秋的名字。到时候不用你去求，长老院自然会把你列为候选人。那徒子现在该怎么做？你先突破1流，突破之后出去闯一闯，把名声打出去。另外，在这之前，你抽空去一趟血刃堂。去血刃堂？去看看现任堂主，以晚辈的身份探望一下。你是不是觉得咱们圣教是魔门就该六亲不认？傻小子，外面叫我们魔门，你还真把自己当魔头了。就算是魔头，也得尊师重礼，不然把你扶持上来，你反手把人家给屠了，人家图啥？另外，圣教为什么被叫成魔门，你知道吗？是因为跟朝廷作对。咱们圣教从立教那天起就一直在造反，虽然一直没有成功，但朝廷也始终不能将我们根除。倘若你真的成了血刃堂堂主，统领上万部众，就万万错不得。弟子明白了，去吧。这些人20岁不到，就已经是1流了。天下英雄，当真如过江之鲫。不过这样才有意思，太容易到手的东西反而不值得争。敢问可是林公子？他也是圣教的人，而且看这气息，1流，18岁的1流，这份修炼速度，比之林婉儿恐怕也不遑多让。林公子最近怎么不来玩了？奴家可是想你紧呢。修炼繁忙，抽不开身。林公子现在可是名人了，3个月从3流到2流，2年半摸到1流门槛，这样的天才，奴家当然要巴结巴结。什么时候有空来奴家闺房坐坐？怕不是要被你吸成人干？改日有空一定登门拜访。那可说定了。这女人绝对沾不得。前辈，晚辈林风水来看望你。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眼前的这名晚辈有些熟悉。你是江烈的徒弟？想试试当堂主。现在呢，看见外面那些人还这么想，更想了。年轻人有野心很好，我也是因为野心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。那一年有个年轻人找到我，他在紫衣门卧底多年，并设计了紫衣门内乱，可以帮我打开山门，只要我带人攻进去，紫衣门就是我的囊中之物。哈哈哈哈！我想的是拿下紫衣门，我就是大功一件。到时候携大功回圣教，问鼎教主之位指日可待。所以我没通知任何人，带着2万血刃堂弟兄直接杀上紫衣门。结果呢，人家藏了个先天老孔，局势瞬间反转，2万弟兄死了一半。我这条命都是兄弟们用命换回来的。小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些吗？不知道。因为跟那个年轻人很像，他也有野心，他也想报仇，他也以为只要够狠够拼就能成事，然后他死了。有野心是好事，但要懂得收敛，懂得等，懂得忍，不要像我们当年那样一头撞上去，撞了个头破血流。前辈教诲，晚辈记下了。回去吧，我累了。不要像我们当年那样。接下来怎么打算？出去闯闯。是该出去了。老窝在这里，长不出真本事。拿着。这是？此刀名为血刃，是血刃堂主临终前托我给你的。去吧，去闯出名堂来，让长老院的人看看，我白莲堂的弟子不比任何人差。
这5年来，有人说我杀人如麻，是个渡不扣的魔头；有人说我恩怨分明，从不滥杀无辜。他们甚至把我评为魔门4少之一，还给我取了个外号——血莲公子林惊蛰。我的名气现在已经进了长老院的眼中，光有名气不够，还得有实教，得有拿得出手的功劳。可什么功劳够分量的呢？听说了吗？苍狼城出了位顶级富商，叫钱父。据说他是排得上号的大富豪，但真正让江湖震动的，而是他的身份。他是魔门的叛徒。30年前，正是他泄露魔教教主行踪泄露，让其被到3大领袖围攻。那一战，教主下落不明，堂主都死了好几个。现在他的身份暴露了，整个圣教都炸了，纷纷前往苍狼城。他知道魔门不会放过他，所以他把1半家产砸出来，向正道寻求庇护。他的府邸现在怕是有上千人。这不就是我要的功劳吗？拿下钱父的人头，代理堂长的位置就是我的。这老东西是真怕死，不过不急，我等得起。你们猜怎么着？魔门4少全来了！什么？那还能有假的？有人亲眼看见了，他们一个不落，全到了咱们苍狼城。4大魔少齐聚，这钱老爷怕是要悬啊！悬什么悬？没看见正道3大领袖的人也来了吗？这位兄台说的对，正道3大领袖的嫡传弟子也都到了。紫衣门的叶孤逢，真武派的张道玄，天王寺的敬晨小师傅，3位年轻一代的第一人联袂而来。紫衣门叶孤衡，紫衣门的人，我必杀之。要我说，魔门4少不过是浪得虚名，什么血莲公子、独守公子都是吹出来的。真碰上了，我一刀一个。就是，今夜咱们各大好汉都在，他还能翻出花来不成？说不定早就吓得不敢露头了。一群饭桶！谁藏头露尾的鼠辈，滚出来！不对，是毒，空气里有毒，快屏住呼吸！哈哈哈哈哈！正道3劫，不过如此。慢慢比，我不急。卑鄙！有种真刀真枪打一场！我是魔门啊，卑鄙不是应该的吗？能扛住我的醉春风这么久，有点本事。不过你们运气不好，我今天的目标不是你们，那个姓钱的老东西躲哪儿了？哼，没关系，你们不说我就杀人，一个呼吸杀1人，你们又能撑多久？不说，有骨气。我就喜欢有骨气的人。我可是个好人，你们逼我哦。大和尚，你看着挺顺眼的，要不你先说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你告诉我钱父在哪儿，我就不杀你，还会把所有人都放了。怎么样？出家人不是慈悲为怀吗？阿弥陀佛。你们没中毒？独守公子惯于用毒，凶名在外，我们会不防备？我们口含解毒丹，不告诉其他人，是怕消息泄露。看你表演，是想确定有无同伙。现在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想抓我，没那么容易。独守公子也不过如此。少镖主，好俊的功夫！岂止是功夫，脑子也好使，早早就背着解毒丹，真是英雄出少年。魔门4少就这，根本就是来送菜的，把这毒手大卸8块。先别急，这人怎么处置，得问过钱老爷，毕竟他才是雇主。说的是。钱老爷，魔门的独守公子被我们抓了，您看怎么处置？杀！给我杀了，把他大卸8块，不，千刀万剐！你听见了？少镖主，你疯了！哼，你是叶未央？那个什么少镖头，3天前就被我杀了。怎么样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敬晨还能这么？正道3劫确实有点东西，受了伤还能站起来。别废话，先拿下他们，再进去杀钱父。外面的
呢？快把钱老爷转移！现在才想起转移，晚了。听见了吗？我们的人来了。今天前夫跑不了，你们也跑不了。我早该想到的。出事了就说自己早该想到，但偏偏事前什么都想不到。你们这些名门正派不是一贯如此。正道三杰终究还是太嫩。这两个家伙已经疯了！别管他们了，正道的人快冲进来了，先杀前夫。走。别追了，二人武功不可小觑，跑了也好，省得碍事。玄铁的，得花点时间，一起动手。不要像我们当年那样一头撞上去，撞得头破血流。不急，再等等，万一有埋伏呢？别杀我！我有钱，我给你们钱。钱可买不来你的命。这是易容，假的！老子费这么大力气杀了个假的！他的家人一定知道。前夫呢？那个老东西躲哪去了？不说，都死。说不说？我们居然被那老头耍了！快走，外面的人快杀进来了！走，快走！从今以后就没有前夫，只有张老三。今天我要发大财了！钱老爷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姑娘认错人了，在下张老三，不是什么钱老爷。别装了，你准备的身份可都曾对人家讲过呢。怎么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还说你最喜欢我，要把我带回家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又有退路。你的退路就是这个。钱老爷，看在你我欢好一场的份上，我给你个机会，自裁吧。死得体面一点。自裁？你以为你吃定我了？哟，藏得挺深啊。20年了，老子从没放下过功夫，就是防着你们找上门来。受死吧！你这是妖法！钱老爷，奴家这可不是妖法。好汉，多谢相助。帮我杀了这妖女，我给你钱，大把大把的钱。是你，这位侠，你救我性命，我给你一半家产，不，给你全部。今天这一刀奴家记下了，销魂公子不会放过你的。销魂公子不会放过我？销魂公子不就是他自己吗？手下败将还敢放狠话？前夫已确认无误，临京者白莲堂弟子完成格杀令任务，即日起出任血刃堂代理堂主。谢过诸位长老。堂主回来了，恭喜啊！师傅别取笑我了，我不过是把宝压在了金瓶儿身上，毕竟女人相对于男士总是会多一些优势。这都是你应得的。师傅，这个给您。这是玄清功，弟子一直在修炼这门功法，它和白莲心境同源，但更深奥。弟子全靠它才有今天的修为。这，师傅闭关吧，白莲堂的事，弟子先帮您打理。小后天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才有了与老一辈强者争锋的资格。28岁的小后天，这份天赐只有那林婉儿25岁的大后天，那才是真正的天才。我现在虽然比不上，但我有的是时间。出来吧。血莲公子，好久不见。独守公子，千面公子，两位什么时候也沦为了他的玩物？血莲，你风头太盛，早晚必是教主后续。与其让你成长起来，不如现在就杀了你。现在你懂了吧，血莲？我的身体对他们来说只是附属品，他们真正目的都是杀了你。
怎么样，雪莲？这一次你插翅难飞。金瓶儿，你知道你为什么一直赢不了我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像曾经的我，太急了。这不可能！你哪来这么多高手？你以为我这些年在躺平吗？这些都是我白莲血刃两堂的精英弟子，你带的这点人还不够他们塞牙缝里。撤！他的真气怎么用不完？恭喜师傅，10多年不见，你也大红天了。好啊，来，回去和为师一醉方休。师傅，你觉得现在是时候了吗？想说什么直说便是。登上教主之位，这些年徒儿做得很好，两堂在他手里实力远超其他堂口，但他毕竟资历尚浅，想当教主需要大功绩，而最好的功绩就紫衣门。你想打紫衣门？当年血刃堂主失败，是因为只有一堂之力。现在我们有白莲血刃2堂4万多人，再加上师傅你这个先天，足够了吧？好，那就打！血莲公子林真哲，他为何要攻打我紫衣门？快召回所有弟子，封闭山门，向真武派、天音寺求援。速速出击！几位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们，别紧张，我们只是来看看风景。不过你们要是想过去，那就得问问我们手里的刀了。攻山！跟我冲！林惊蛰，拿命来！踏平紫衣门！林惊蛰，我紫衣门与你何仇何怨？为何要赶尽杀绝？为故人报仇。我腰带你给不了，我要用你们的人头为我师徒2人加冕。狂妄小儿，老夫跟你拼了！太上长老，请太上长老！太上长老，救命！我们又打进来了！太上长老，我们欺人太甚，求您出手！老东西，等你很久了。先天，对方也有先天。杀一个不留。100年前，陈家村你还记得吗？陈家村？你是说那个小村子？为什么要屠村？为什么？因为有人要我们这么做。谁？都是报应啊！怪我贪心，听信了那位贵人的话，否则紫衣门即便不能大富大贵，也能平安传承下去。朝廷的军队，他们怎么会来？是来救紫衣门的。怕吗？怕也没用。他们来了，那就打！区朝廷走狗，我圣教什么时候怕过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快撤回圣教！
徒儿，快走！走！沉默啊，沉默！你真是蠢到家了！你他娘是练武又不是修仙的，在凡人世界，军队才是战无不胜的存在。练了几手功夫，当了个魔教堂主，就以为自己能呼风唤雨了，真是可笑。还没完，只要活着就能东山再起。我得训练出一支真正的军队，朝廷又怎样？我总有一天要踏平它。周成风，他来这里干什么？血莲公子跑得挺快呀！你才是真正的销魂公子。金瓶儿是我推到明面上的，我成长起来之前，需要有人替我吸引目光。我帮他拉的那些顾客，最后都会变成我的养料。原来，金瓶儿只是一个幌子，真是好算计，好城府。你现在先天，前些日子侥幸突破。血莲公子，你之前说过一句话，我一直记着。你说魔门公子只有一个，这很不错。现在我告诉你，魔门公子唯有销魂。丁，第3式清算中，宿主第3式结束，评价黑铁10星，积分1000。这一世，你26岁成为血刃堂代理堂主，以1敌3斩杀敌人；42岁率2堂攻灭紫衣门。但朝廷的铁骑教会了你做人，但是被阴死这事有点丢人，下次长点心。丢人就丢人吧，反正死都死了。是288点成就点，我就成为魔门第1公子。这一世1000点，翻了将近4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我可以在下一世玩得更大，但我不能太狂了。前世以为自己能横扫一切，结果呢？5000重甲骑兵教我做人。练武的终究是练武的，在凡人世界，正规军才是无敌的。但这个世界真的只有凡人吗？有轮回就一定有修仙者？或许只是所在的苍蓝王国太小了，接触不到而已。只要我一直轮回下去，总有一天会触及那个领域。到时候，什么重甲骑兵在修仙者面前都是笑话。修仙，总有一天，我也要试试。筒子，给我悟性和资质各加500点。加点完毕。第4式即将开启，祝宿主好运。钱呢？把响银给我！不行，那是咱们一家4口的伙食费，你又想去赌场是不是？放屁！老子是去喝酒。喝酒也是糟蹋钱。你看看这屋里破成什么样了，还有2个孩子都饿成什么样了。少废话！军户的钱就是老子的钱，老子爱怎么花怎么花。这一世，我竟然是军户出身，实际上就是乞丐，每个月就靠那点响银活着。没关系，虽然天崩开局，但我可是砸了1000点的悟性和资质，足以翻盘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钱必须给我！不行，孩子都3天没吃饱饭了。那是他没出息。军户的儿子饿几顿怎么了？你不是人！爹，你住手！滚一边去！大人的事小孩别管。今天响银，我来管。小兔崽子，反了你了！爹，你打不过我。行，你们都反了，老子喝酒去，撤账。我路，娘，没事了。你刚才……娘，我就是想明白了，咱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哥，你刚才好厉害！饿了吧？娘，响银还在吗？就这些。32文，一家4口1个月。今天先买点粮，以后我来想办法。破毒，你咋突然？娘，我就是长大了。7经8脉，
这绝对是顶级的武学天赋，只比林婉儿差一丝。但这身体太瘦了，根本承受不起高强度的修炼。这样下去，别说先天，后天都够呛。必须先把身体补起来，哪怕把积蓄都花光，也得让身子壮实起来，否则变强只是痴人说梦。咱家除了饷银，还有其他钱吗？就这些了。娘，我想把这些钱全买成吃的。全买成吃的，那以后咋办？娘，您信我吗？信。哥，这是干饭，记得给娘和哥吃。快吃吧。哥，我吃，以后还会有的。我也吃。三流武者，单单玄清宫已经如此强大，如果找到玄魔宫，把二者合一，会是什么样？上一世，周成风杀我的时候跟我说了一些话，他以为死人不会泄露秘密，可我的意识却是不灭的。金瓶儿留下了一首诗，诗里藏着玄魔宫的下落：青山埋骨处，白骨化莲台，莲开七瓣落，魔心自天来。我已经破解了前3句，找到了玄魔宫的大概位置，找到玄魔宫的下落，这是我这一世的目标之一。另一个目标是那位大人关培德，太上长老临死前说的那位大人，屠灭陈家村的真正凶手。关培德，你是谁？不管你在哪里，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你。这里是边塞，周围山高林密，山里应该有野物。现在我已经3流了，可以试试捕猎了。娘，我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山里转转，看看有没有野菜。这不对啊！杀人我是一把好手，杀个兔子怎么就这么难？陈破龙，那是陈破龙，这小子行啊！这么大一只猪，够吃几个月了。哥，咱们今晚吃肉吗？吃个够。爹，我不管以前怎么样，以后这个家我说了算。你安安分分待着，我吃肉，你喝汤。你要是再闹，下次碎的就不是石头了。百兽之王，这警惕胸果然不是盖的。这玩意儿比2流高手还难对付，力大无穷，反应还快，得改变策略，不再硬拼，找机会往他伤口上招呼。我操，老虎！陈破龙打的老虎，那么大一头，他怎么打的？大虎英雄，大虎英雄！破虫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今晚吃肉。在下雁门关守将帐下征兵官，姓赵，听说你打死了猛虎，特来看看。雁门关守将，那可是这一带最大的官。年轻人，有没有兴趣成为将军帐下的签兵？大人，能否容我2个月？为何？我想将家中安顿好，再全心全意为大人效力。哈哈哈哈！好，那2个月后我再来。2个月，足够我突破了。这就是第一雄关，陈破空，跟我来。以后你住这儿，跟兄弟们熟悉熟悉，明天开始训练。新来的，陈破龙，请多关照。打虎英雄，听说你一个人打死了一头老虎，嘿嘿一笑。打老虎和打仗可不一样，来，让兄弟们看看你的本事。血连七杀，第一刀连开。你这刀法哪儿学的？教教我们吧。陈破琼，周统领叫你过去。昨天那一刀我听说了，你这刀法
江湖上学的。好刀法，但是你知道江湖搏杀和战场厮杀有什么区别吗？战场上你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敌人，没有时间让你耍花招。你那一刀杀人没问题，要是上了战场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就会被人捅成筛子。我前世好歹是大后天巅峰，大名鼎鼎的血莲公子。战场从不追求招式变化，出手就要杀人，一往无前，没有机会让你躲闪，更没有时间让你调整招式。你那一刀很好，但不适合上战场。我明白了。这小子是不是疯了？不是疯了，是狠，对自己狠。风飘飘，扫开风虎吧，寒光满天。这小子是不是长了对鹰眼？不知道，反正以后打仗，我跟着他走。陈破quân，你他娘还是人吗？老将军召见我，肯定不只是因为我18岁就成了165者，一人杀穿敌阵，这太耀眼了，耀眼到不合常理。陈破头在，抬起头来。3年前你还在山里打猎，3年后你就能杀穿敌阵，说说看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回将军，3年前我无意中得到了一份传承。什么传承？魔教教主的传承。魔教教主？你确定？我还得到了一首诗，据说藏着魔教镇教神功玄魔功的下落，今日便献给老将军。青山埋骨处，白骨化莲台，莲开七瓣落，魔心自天来。年轻人，你倒是坦诚，魔教玄魔功的下落你愿意说出来，是信得过老夫？你知道老夫今年多大了吗？听闻将军已近100岁，就是大后天巅峰，困了30年。如果找到你说的玄魔功，确实有可能突破先天，多活100年。但你想过没有，老夫如果闭关去突破需要多久？短则3、5年，长则10年、20年。这期间这关口怎么办？老夫躲起来闭关，谁来守关？多活100年，看着关口失守，看着胡人南下，生灵涂炭，这命老夫要来何用？不过你若有需要，老夫倒是可以帮你找。将军，你年轻，18岁就一流了，比老夫当年强多了。到时候你来替老夫守着这万里边关，那东西老夫帮你找。将军，行了，起来吧，跪着怪累的。将军，当初周统领是老夫让他去的。你刚进燕灵卫，老夫就注意到你了。后来听说你刀法不错，就让周统领去点你一下。年轻人锋芒太露，容易吃亏，早点知道战场和江湖不一样是好事。将军大恩，铭记在心。但守卫关口一事，这个问题你不必急于回答，日后是去是留自己决定。好好练功，好好打仗，只要你现在还是关口的人便可。将军，末将有个东西想送给您。哦，不是武功，是一本书，是末将这几年闲着没事琢磨出的一些用兵之道，虽然粗浅，但或许对将军有用。拿来看看。这是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。这书是你写的？将军，找到了。周成风，你这个货，昔日算计我时，可曾料到会有今天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如果能融合成功，产生的会是什么？真气之上是真远，真远之上呢？难道是法力？现在想还太远了。
我连先天都不是，想什么修仙？破路，末将在。老夫已经上书朝廷，举荐你为游击将军。这一战打好了，这位置就是你的。谢将军栽培。不是栽培，是你应得的。胡人这次来势汹汹，怕是要打一场硬仗。破路吗？末将时刻准备着。他就是一尊杀神，根本挡不住。鲍将军，此战斩敌3万，缴获牛羊马匹无数，胡人元气大伤，20年不敢南下。破路，你当真不负你之名？听说了吗？关口打了大胜仗，杀敌3万，何止？听说那个叫陈破路的先锋，一个人杀穿了敌军大营。21岁的小后天，了不得啊！凡圣上口谕，李沧源加封护国扫北将军，赏金1000两，赐蟒袍玉带。陈破路连升3级，封游击将军兼雁翎卫统领。封侯呢？这么大的功劳，怎么没人封侯？李将军守边30年，打了多少胜仗，怎么连个侯都不给？听说朝廷那帮人光顾着自己庆功了。将军，您守边30年，立下多少战功？这次更是斩敌3万，凭什么连个侯都不给？封侯非我意，但愿边境平。只要胡人不敢南下，只要百姓能安居乐业，封不封侯又有什么区别？不过老夫唯一觉得亏欠的是你，以你的功劳，至少该是个参将，委屈你了。将军，末将不在乎这个。不在乎？你年纪轻轻，难道不想升官发财？将军，末将想要的不是这个。将军，末将想问一个人。谁？关培德。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？末将有个故人，死在了他手上。故人？你今年才21，哪里来的故人？关培德，老夫确实认识。他是朝廷前任兵部尚书，后来成了皇亲国戚。老夫当年能镇守雁门关，他还帮过忙，有提携之恩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正直清廉，不贪不占，是出了名的清官。他主张加强边备，支持老夫练兵。那些年的军饷从不拖欠，兵器粮草也总能及时送到。说起来，老夫还欠他一是怎么回事？将军，如果我说他手里沾着无数无辜者的，您信吗？这不可能。老夫认识他几10年，他不是那种人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有件事老夫得告诉你。什么事？关培德已经死了。死了？10年前老死于家中，算是善终。我找了4世的人，死了，老死的。破除，不管你和关培德有什么恩怨，人死如灯灭，放下吧。不知不觉我已经轮回了4世，那些人和事，有的刻骨铭心，有的已经模糊。我有百世书，可以一世一世轮回下去。可别人呢，终将会成为一抹黄土。我就像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异类。我所坚持的复仇和修仙，会不会只是个笑话？在时间长河面前，任何仇恨都没有意义。一个恨了100年的人，老死了，可悲，可叹。陈家村被灭，可能永远都找不到答案了。修仙，只有踏上仙途，才能真正超脱于时间。或许只有修仙者，才是我的同类。将军，末将还有个问题想请教。说。这世上有仙人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只是好奇。可能有，也可能没有。老夫活了快100年，没见过仙人，也没认识见过仙人的人。但苍兰王国一直有个传说，据说初代国主就是仙人的后代。或者说，苍兰王国就是仙人建立的。那将军觉得这传说是真的吗？不知道，传了800年了，谁知道真假？破炉，老夫劝你一句，活在当下。真正的长生不一定是肉身不死，身虽死，名可垂于青史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长生？身死名存，垂于青史，我从来没想过。但这样的逍遥长生，并不是我想要的。将军教诲，末将铭记。破路，你回来了！哥，你打胜仗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太厉害了。想学吗？想，我以后也要从军，随哥哥上阵杀敌。娘，孩儿此次要随将军回京述职。破路，京城远，路上小心，好好跟着将军，别惹事儿。您放心，孩儿有分寸。驾！
贝将军，那就是李云城，这就是守了关口30年的那位。旁边那个年轻人是谁？听说这次大捷的先锋姓陈，一人阵斩敌方猛将数10人，还夺了帅营大帐。这么年轻，原来出名是这样的感觉。习惯就好。这就是那个游击将军。对，听说后来从军了，立了大功，还是一个20几岁的后天高手，这么年轻。诸位可知，这次大捷全靠飞将军运筹帷幄，而飞将军能有如此谋略，据说是因为一本奇书《孙子兵法》。此书偏偏精妙，老夫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未见过如此精深的兵法。没想到《孙子兵法》已经传开了。火仲，明天随老夫进宫，陛下要见你。你小子是真的出名了。今天老夫进宫，好几个大臣都在打听你。有个老家伙还问你有没有娶亲。将军，末将还小，20几岁已经不小了。不过也好，先立业后成家。破度，你跟老夫说实话，这书真是你写的？算是吧。行了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进宫好好表现。怪不得朝廷那帮人敢抢功劳，原来上面坐的是个孩子。宣雁门守将李龙城觐见，宣游击将军陈破壁觐见。你就是那陈破笨，朕听说你才20几岁，比朕大不了多少，你是怎么练的？教教朕呗。陛下天资聪颖，若肯用功，将来必成一代明君。他能写出孙子大法，真是文武双全。我辈之人正该如此，多读书，不像那般粗武夫。将军，武状元王腾扬言要挑战您，他在城东设了擂台，要跟您一较高下，谁赢了，谁才是真正的少年英雄。无聊，这小子叫王腾，今年的武状元，他爹是定国公，确实有2下子。什么修为？半步大后天。半步大后天确实不算弱，但我身负魔道咬枪骨真气，战力翻倍。别果会做真正的半步大天，我也敢碰一碰。陈破路，何敢一战？我还以为你不敢来呢。本来是不想来的，但你这么热情，不来好像不太礼貌。废话少说，动手吧。一招就赢了，他不是小后天吗？怎么这么强？武状元就这？情书写的还挺肉麻。哎，哈哈哈哈！破都，你也该成个家了。将军，末将还小，已经不小了。你看那王腾才比你大几岁，听说已经定了3房亲事。将军，您是知道的。将军。天牢出事了，有人劫狱，劫的还是前任魔教教主周成风。对，据说是个女先天出手，杀进天牢把人救出来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们跑了。那个女先天太强了，根本挡不住。现在估计搜不到了。去哪儿？去看看。2人速度极快。周成风真还活着，真想追上去亲手杀了他，但才小后天，真碰瓷不了先天，时运不济啊。算了，以后再说，我有的是时间。你真不想留在京城？将军，末将想要的，京城给不了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将军，咱们回家。好，回家。老夫这辈子无儿无女，这些钱留着也是留着，你拿去，好好练兵。破路，你都30多了，怎么还不娶媳妇儿？娘给你相中了几家姑娘，都是好人家，要不你见见？破路，你也该成个家了。我还有更重要的事，修仙才是更重要的事。这一世的资质不差，但遗憾的是，无论如何尝试，始终无法将那2股真气融合。如果找不到修仙的法门，这辈子可能都迈不出那一步。陈怀说已经可以独当一面，是时候离开了。想好了？
去吧，老夫这辈子见过的年轻人多了，但像你这样的，头一个。不管你去哪儿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什么时候想回来，随时回来。将军保重。或许这世上无仙。阁下可是修仙者？我只是轻功好罢了。先天，我终于踏足了这个境界。看来是时候走一遭了，去皇宫深处看看。都20了，太后为什么还不肯还政？陛下息怒，太后也是为了陛下好。为朕好，为朕好就把朕当傀儡这么多年。皇家深处果然卧虎藏龙。何方宵小，胆敢闯入禁地？什么？这人是谁？江湖上何时出了这么一号人物？3个先天，而且都是老牌先天。我刚突破不久，就能以1敌3，玄清玄魔果然凶悍。再来！列阵！禁军越来越多了，不能恋战。对，这人到底是谁？不知道，江湖上没这号人物。他的真元太怪了，好像有2股。回去禀报陛下吧。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就能看到石碑上的内容了。下次再去，得等修为更进一步才行。这先天之路似乎还没到尽头。难道就像后天一样，先天会不会也有小先天、大先天？听说了吗？关口告急，草原18部联合在了一起，80万大军扣关南下，围攻关口。李将军呢？陈将军，我问你，李将军呢？李将军战死了。死了？7天前胡人攻城，李将军上城墙督战，被流矢射中，伤势太重，没挺过来。临终前他还在喊：“不教胡马度燕山。”陈将军回来了。陈将军，李将军他……破都，见信时老夫恐已不在人世，不要难过。将军百战沙场死，此生足矣。唯一遗憾是没能再见你一面。怀硕，怀硕，娘，破路，你回来了！你弟弟他！娘，怀硕怎么了？陈将军，怀硕他失踪了。那一战打得太惨，尸体都找不全。有人看见他被胡人围住，后来就找不着了。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破卢，娘这几天一直做梦，梦见有仙人骑着仙鹤从天上飞下来，把你弟弟接走了。那仙鹤好白好大，你弟弟坐在上面，还冲娘挥手，对不对？他被仙人接走了，对不对？娘，对，他被仙人接走了。我就知道，我儿子是有福气的。怀硕死了，我不信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我会找到他的，不管多久，不管多远。将军，我回来了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您放心，关口我守着。是陈伯鹏，他回来了。夏真回来了，陈将军回来了，飞将军还在。杀那狐狗！飞将军没有死，飞将军永远活着。杀！这只是开始。定国公府，王腾。
不会吧？真是冤家路窄啊！陈将军，好久不见。侯爷别来无恙。你现在什么修为？先天。先天。我这些年拼命苦修，如今是大前天，原以为出彩。10年前你一招败我，10年后你已经是先天，而我连你的背影都看不到了。算了，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。胡人80万大军还在关外，将军可有计策？擒贼先擒王，你的意思是，你率30万大军从正面全线压上，吸引胡人的注意力。我率3000雁翎卫从这里插进去，直捣黄龙，端掉他们的帅帐。只要杀了他们的统帅和高级将领，胡人群龙无头，必败无疑。3000人，敌方有80万，直取中军，你疯了！我可没疯，你这是送死！3000雁翎卫是我的精锐部队，我了解他们，他们也相信我。只要我能杀穿，他们就一定能跟上。侯爷，你信我吗？我信。就是那里，跟紧我！大帅死了，帅旗倒了，快跑！第一次见面时，怀霜也是这么大，拉着我的鞋脚，舍不得我走。走吧，往那边跑，跑远点儿。弟弟到底去了哪里？难道真的被仙人接走了？我会继续找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禀陛下，飞将军斩杀胡人大帅，胡人80万大军全线崩溃。封赏，陈默晋封边关守将。这般封赏实在不公。您立下赫赫边关功绩，镇守边关屡立奇功，功绩无人能及，为何得不到应有尊崇？封侯非我意。那您图什么？图一个心安。老将军守边50年，战功无数，封侯了吗？他都不在乎，我在乎什么？破路，你都多大的人了，还不成家？娘想抱孙子了，你不为自己想，也得为陈家想啊！娘，都依你。如果那一世我的家人后代也能平安，该有多好啊！可惜没有。紫衣门没了，仇人也老死了，早已物是人非。怀说怎么还不回来？娘梦见好几次了，他坐在仙鹤上冲娘挥手。娘，他忙，仙人忙。忙好，忙好，有出息。自此之后，无人永不敢南下。陈破库，功盖天下，理应封侯。将军终于要封侯了，等了几10年，总算等到了。将军，胡人被打跑了，以后不会再有大战了。您的心愿，我替您完成了。那就是陈破群打跑胡人的那位飞将军，真正的飞将军。陈老将军，请上座。陛下，老臣有一事相求。老将军，但说无妨。老臣听闻皇宫深处有一块石碑，是初代国主所留。老臣一生痴迷武道，想去看一看，不知可否？此乃皇室禁地，外人不得入内。陈老将军见谅。太平本是将军定，不许将军见太平。这句话我听过很多次，
今天终于落到了自己身上。老将军，你酒里有毒，谁干的？太后，是你！陈兄，别怪我，我本不想出手，奈何天下只知有你飞将军，却不知我大元帅。这张脸我见过，在哪里？你姓什么？哀家姓关，归名子轩，先父关培德。关子轩，小花，当年那个被土匪玷污而被陈家村救助的女孩，是关培德的女儿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哈哈哈哈！我竟然为这幕后真凶守了一辈子江山。陈老将军，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厚葬以国公之礼。真是不值啊！陈家村的那些老老少少，我第一世的爹娘，他们救了一个人，把他当成亲人一样照顾，结果呢？换来的是灭门之患，100多条人命就为了守一个秘密，而我竟然为这样一个蛇蝎美人守了一辈子的江山。大胡人保边境，让关口固若金汤，护的是他的江山。他坐在皇宫里享福，我在边关拼死拼活，最后他却一杯酒把我毒死。好，很好，下一世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他死，所有跟他有关的人一个不留。苍兰皇室敢拦我，我就把皇室也杀光，杀个鸡犬不留。开始结算吧。宿主第4世结束。这一世你打虎成名，得李隆城赏识，献孙子兵法，大破胡人，封游击将军，闯皇宫禁地，斩胡人大帅，天下皆知飞将军之名。最后被太后赐毒酒而死。评价：白银3星，积分3000。你终于知道了真相，仇恨的源头原来是一个女人，可笑吗？可悲吗？下一世你要怎么选？怎么选？当然是杀！积分突破1000，特殊非人血脉5000点觉醒，点数消耗继承前世修为。我要想覆灭太后，甚至对抗苍兰皇室，光靠自己一个人太难了。我需要一个可以和皇室抗衡的势力。童子，世家血脉加1000点，悟性和资质各加1000点。加点完成，第5世即将开启，祝宿主好运。关子贤，洗好脖子等着。这一世，我居然是苍兰开国太祖之后，父亲是镇南王，拥兵30万。从出生的那一刻，我就被赐了爵位。前世我拼死守边数10年，连个侯位都没落得。这一世呢，一出生就拥有了，这就是投胎的含金量啊！这样的王朝不灭亡，还有天理吗？世子殿下，您醒了。还是7经8脉？不对，每条经脉比前世强太多了。这就是1000点资质换来的。这次距离前世仅仅过了7年，暴病而死。明明是毒酒毒死的，还厚葬，人都死了，厚葬有什么用？把后人弄到京城，为了方便监视吧。好一个朝廷，好一个太后！这些话明显为了展示天命，因此可信度并不大，所以根本没有修仙这回事，还是被人刻意抹去了。看来只能找族中长辈打听了。九弟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让我好找。八嘎找我有事。你难道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今天是考教功课的日子，父王说了，演武场集合，考教咱们文韬武魔。你这几天光顾着看书，是不是把这事儿忘了？这才是世家大族的底蕴，哪像前世的军户，连饭都吃不饱，还想学文习武。九弟，你可得好好表现。这次父王亲自坐镇，听说太后还派了人来观礼。太后？对，说是来看看宗室子弟的成色，估摸着是想挑几个去京城当侍卫吧。太后，这么快就要见面了吗？也好，让他看看他亲手毒死的老将军又回来了。郑老，怎么了？好，
藩镇之策，鞭破入里，强兵之本，直指要害。哈哈哈！好。此子对兵法的理解易入化境，这些兵法韬略，老夫闻所未闻，却又字字珠玑。王爷，你生了个麒麟儿啊！哈哈哈哈！有的。这是百步穿杨啊！哈哈，老九，你今天让父王开了眼。哈哈哈哈！父王这些年一直遗憾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前些年边关出了个飞将军，叫陈破例，他留下的那本《孙子军法》，我读了无数遍，夜不能寐。我常常想，这样的人要是生在我叶家该多好。没想到，上天给了我本王一个麒麟男。老九，你今天的表现，父王很满意。这是我叶家祖传的功法，开国太祖所留，只有王族核心子弟才能修炼。这门功法竟然丝毫不弱于玄清玄魔，甚至更加玄奥。怎么看呆了？当年太祖就是靠他打天下的，可惜后世子弟资质不够，能练到高深境地的少之又少。本王希望你能把它练好。多谢父王。九公子1年就遗留了，这速度比太祖当年还快吧？天才，真正的天才！要不是用了一门透支身体换取修炼速度的秘法，我如何能这么快？我等不了，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变得足够强大，然后杀进京城，找那个女人算账。孙儿叶璇拜见祖父。坐。你的事老夫都听说了，1年入一流，比太祖当年还快。孙儿想问一件事。说。太祖他真的是仙人吗？你倒是问得直接。民间确实有些传说，说太祖是人下凡，或是神的后裔，所以才能一统江山，开创大业。老夫年轻时也好奇过，像太祖那样的盖世豪杰，得道成仙也是有可能的。但很遗憾，太祖并不是仙人。若真是仙人，又怎会生老病死？太祖晚年也是病痛缠身，最终驾崩于龙榻之上，这是宗谱上记载的。不过，老夫倒是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可曾看过宗谱里记载太祖起兵那段？看过，说太祖起于草莽，之所以能问鼎天下，是因为得到了神龟赐予的3卷天书。那是糊弄外人的，真实的情况是，太祖他是坐着船从另外一处天地来到这里的。从另外一处天地来的？不错，就是坐船来的，是一艘前所未有的船。只不过为了方便统治，才把这段经历神化，将船替换成了神龟。至于那3卷天书到底还在不在，老夫也说不准。太祖很可能是从修仙界过来的，这片天地可能是类似于那种末法之地，而我那要做的就是找到他过来的路线，反向行驶回到修仙界。至于那所谓的3卷天书，说不定就是路线地图。王府考桥，太后派人来观礼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孙儿不知。这是太后的懿旨，昨日刚到的。现在明白了吗？太后派人观礼是为了挑人，挑有潜力的藩王子弟，然后召入京城，说是培养，实则是质子。太后此举用意何在？你说呢？皇上怕是按耐不住了吧？继续说。如今天下外战消停，内战将起，而内战的焦点自然是皇权与太后。太后把持朝政，当今圣上却是傀儡天子，他怎会甘心？自然要开始争斗。太后下这道旨意是在试探诸侯王的底线，看看哪些是站在他这边的，哪些是站在皇上那边。如果诸侯王答应送出子嗣，那就表示愿意臣服太后，他会尽力培养；如果不答应，就是太后的敌人。好孩子，小小年纪就能有这般见地，真乃王府之大幸。祖父，孙儿想问，皇上那边可有旨意？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能举一反三，问老夫故意隐藏的圣旨，这才是我叶家的麒麟儿。皇上的密旨3天前送到的。皇上竟然也让我入京？怎么，很意外？这天下比你想的要复杂得多。太后垂帘70年，你以为真的只是因为她是太后吗？好好想想，想明白了再开口。皇上已经无人可用，他想借宗亲势力来与太后抗衡，而孙儿入京代表的是整个镇南王府，站太后还是皇上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。你父王原想让你站皇上，毕竟咱们血脉相连，但你父亲也怕太后势大，
这些年，太后已经笼络了不少叶氏宗亲，还扶持了一大批外戚势力，朝堂上下盘根错节。更可怕的是，太后本人手腕极强，如果是男儿身，她的雄才大略不输太祖。这样的人，谁敢轻易得罪？那父王的意思是保持中立。我们打算让你称病不出，待在封地，哪儿也不要去，谁也不得罪，这是最稳妥的选择。这世上没有真正的中立，你不选边，两边都会觉得你是潜在的威胁。太后会觉得你不可控，皇上会觉得你不忠心。等他们分出胜负，第一个要收拾的就是那些墙头草。所以我必须去。祖父，孙儿得去。你想好了？太后和皇上都点名要我去，孙儿如果不去，就是同时违抗两边，到时候两边都有理由对我们发难。好，那你就去，让你八哥陪着你。他武艺虽然不如你，但为人机警，遇事也能商量。多谢祖父，九弟一路保重。九弟实在太耀眼了，祖峰亲自接见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这个继承人的位置怕是要保不住了。现在好了，九弟要去京城了，京城那地方水深着呢。九公子放心，有在下在，没人能动您一根细毛。出发吧。停！九公子，怎么了？有杀气。保护九公子！这不可能，他是人是鬼？还有谁？小子，受死！走吧。镇南王世子叶璇，3片树叶杀3个一流巅峰，一刀斩杀小后天。这是什么妖孽？他绝对是苍兰第一天才。你们难道忘了官家那位？官家？哪个官家？太后的娘家。官家出了个妖孽女子，据说可不比叶璇差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那姑娘叫什么来着？关山月。对，关山月。那他俩谁更厉害？不知道，但我估计早晚要碰一碰。陛下，您别生气了，太后她……这能不生气吗？这是皇帝，他凭什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训斥朕？陛下息怒，小心隔墙有耳。隔墙有耳，朕连说句话都得提心吊胆，这皇帝当的还有什么意思？朕这些年想做什么都做不成，想用谁也用不了。好不容易出了个陈破处，以为能制衡他，结果呢，一杯毒酒人就没了。朕有时候真想，陛下慎言。行了，你下去吧，朕想一个人待着。是。朕说了，想一个人待着。啊，你是谁？你是镇南王世子叶璇，见过陛下。叶璇，你不是明天才进城吗？哈哈哈，好，不愧是我宗室栋梁，有胆色。你今晚来找朕，是想站朕这边？陛下，臣明日要去拜见太后。臣自有计较。罢了，你去吧。叶璇，你很像一个人，像那位陈将军。当年他也是这样，什么都不说，但朕知道他心里有数。希望你落得一个和他一样的结局。那就是叶璇，好年轻，年纪轻轻就能杀小后天，这是什么妖孽？镇南王府的麒麟儿果然名不虚传。快让他进来。臣叶默参见太后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少年让我觉得有些亲切，像谁呢？陈家村，那个满眼是我的少年，用满是爱慕的眼神看着我，愿意为我去死。可惜，好孩子，起来吧。你的事，哀家都听说了。天资聪慧，策论武功皆是第一，了不得。多谢太后。以后在京城有什么需要，尽管来找哀家。哦，这就是关山月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听说他的修为比叶璇还高，那今天可有意思了。山月见过姑祖母，好孩子，来坐哀家身边。月儿，你觉得叶璇怎么样？百闻不如一见。叶璇，你觉得月儿如何？人间绝色。哀家想将山月许配给叶璇，你们俩一个是王族第一天才，一个是官家第一天才，
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太后怎么会来这么一手？如果我不接受，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，甚至可能引起太后怀疑。如果她接受，仇人的同族成了她的妻子，那未来我要屠灭如何处置她？太后，孙儿有话要说。怎么了？孙儿想和叶公子打一场。关山月要挑战叶璇，这是要争第一天才的名头啊！孙儿从不嫁庸才，若叶公子能打赢孙儿，孙儿无话可说；若打不赢，月儿如今就像多年前的自己，那时候我也是这般傲气，不把任何男子放在眼里。也正是因为这份傲气，我才拒绝了那个少年的心意。后来我如愿嫁入皇家，为了守住秘密，亲手葬送了那个少年的全村人。叶璇，你可敢应战？敢！出全力，不要让我失望。活了40，见过无数天才，这关山月似乎还更胜一筹。根基我的不像话，若不是我有40积累，今天还真不一定能赢。但我还是输好了。关姑娘武功高强，在下认输。关山月赢了，苍狼第一天才是关家的，太后的娘家果然名不虚传。我赢了，总觉得哪里不对，他像是在故意让我打中的。叶璇，你好生加油，下次一定要胜过月儿，把她娶了。太后，孙儿现在不想嫁人。罢了，你们还小。关姑娘求见。这大晚上的，她来干什么？让她进来。你今天让我的。关姑娘说笑了，是在下技不如人，输得心服口服。我练武10年，对招式的敏感超过任何人。你那个破绽，分明是故意卖的。下次我要你出全力。我不会因为你是男子就让着你，你也不许因为我是女子就让着我。叶璇，再打一场！今天你必须出全力！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每次都故意输，你到底打不打？再这样我真生气了。挺好看的啊，怎么这个叶轩就是不肯认真跟我打？叶璇，我要挑战你！出来打一场！关姑娘凭什么天天找你？叶璇，我要挑战你！打一场！这王族功法练出的内力，似乎能起到调和作用。以前玄清和玄魔水火不容，现在有玄黄居中牵引，这2股内力竟然开始慢慢融合。一旦这3股内力真正融合，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，到那时，这还算是练武的吗？太后，不如直接毒杀皇帝，对外宣称暴毙，一了百了。此事万万不可。皇室传承数千年，是天下共主。哦，叶世子有何高见？若皇帝死得不明不白，再擅行废立，必然引起天下动荡。那你说该当如何？天子上承天命，若要废立，需天时、地利、人和3者缺一不可。何为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？天时乃上天赐予，只能静待；地利，太后可将皇帝圈禁起来，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；人和，则是要找出站在皇帝那边的人，一一除去。具体如何实施？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皇帝身体不适，需要静养，为免打扰暂居西院，非诏不得出。所有奏章信件都要先经本宫过目。几位爱卿怎么不说话？回太后，微臣虽眼拙，但那是老鼠无疑，臣也认为是鼠。好，很好，那几个人交给你了。必不辱命。做得好，还有件事，选一个听话的，又让人挑不出毛病的宗室傀儡。太后，此事需谨慎。臣以为可从偏远的王室支脉中物色人选，那些人无权无势，更好控制。有理，你去办吧。他究竟藏着什么秘密？皇主公说，别怕沉默，我保护你。
你一直知道我在。为什么不点破？你想跟就跟着吧。叶璇，这些杀手好像是你大哥叶广派来的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？他是我大哥，我能怎么办？叶广想杀叶璇，好，很好。一个不团结的镇南王府才是我所需要的。叶璇越是被排挤，就越会倒向自己。就是他了，他是王氏支脉的后代，身上流着太祖的血，但如今却靠织席贩履为生。他无权无势，毫无根基，为人老实木讷，最适合做掌控的傀儡了。如果给你一个做皇帝的机会，你愿意吗？哀家封你为中山靖王，赐府邸，拨黄金10000两。小子，老夫劝你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失传已久的镇教神功，他是教主传人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教主。吾等誓死追随教主大人。沉默，我突破大后天了。你也突破了？他才是真正的天才啊！没有几世积累，更没有秘法刺激，纯靠天赋，硬生生追上了我。当年飞将军一个人杀了上百敌将，我爹亲眼看见的，后来被毒死了。朝廷说是暴病，谁信？小声点，怕什么？都多少年了？将军，我来看您了。飞将军胆气好，一身铁甲护朝朝。胡臣不敢犯疆土，千载英名传九霄。身虽死，名可垂于青史，千百年后还有人记得你，记得你做过的那些事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长生？将军，让您说着了。周统领，将军，老周来看您了。现在关外太平，没人敢南下。您当年守的那份基业，后辈们守住了。那个姓陈的小子，您还记得吗？他也成了飞将军，比您还厉害。可惜，李龙城、陈破土，我想你们呐！想当年的那些弟兄，你们遭受的不公，是我无能。老您可是当年雁门副将周统领。你是？这是太像了。周统领，如果有一个机会，可以为2位飞将军讨回公道，你愿不愿意？愿意。有人来过，而且不止一次。你说那间老屋啊，前些时候确实有人来过。有人说看见一个少年骑着好大一只白鹤从天上飞下来的，那少年长得可俊了，像是年轻的陈破龙。他在老屋里待了半天，又去坟前烧了纸，然后骑着白鹤飞走了。大伙儿都说那是陈将军死后成仙了，回来看看老家。骑鹤的少年和我长得有点像。前世的母亲临终前一直念叨着，梦见仙鹤接走了怀霜，大家都以为他是受了刺激。现在看来，怀霜真的没死。前世的离别，或许是来世的相逢。沉默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叶璇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几年沉默不在京城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那些臣诊们，要么是畏惧我，要么是巴结我，没有一个像沉默这样既忠心又能干，还懂得我的心思。他就像陈家村的他一样贴心。叶璇，你大哥叶广屡次派人刺杀你，以为哀家不知道？你放心，只要有哀家在，谁也夺不走你的位置。嫡长子又如何？哀家说你是世子，你就是世子。多谢太后。跟哀家还客气什么？月儿那丫头可一直惦记着你呢，找个机会你们完婚。我们年纪尚小，这事还是过些年再说吧。此次天灾乃上天示警，为陛下失德所致。天时来了。这该如何是好啊？想办法送给金无畏的人，事成之后，朕保你一世荣华。
如今天降大旱，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说，天子必于城外设祭坛，祈求天降甘霖。当今太后把持朝政，必然越俎代庖。我们完全可以提前设下伏兵，趁太后出城祷告时一举刺杀。拼了！召集人坛处违约杀后。大太后幸运了！让哀家亲自来。陛下，这就是你想看到的吗？当今皇帝德不配位，则黄道吉日，行3请3让之礼，正式传位于中山靖王叶玄德。否则前期的努力全部白费。禀太后，传国玉玺不知所踪。找！禀太后，皇宫内已经搜查，传国玉玺消失了。照常举行。皇帝失德，上承天意，下顺民心，退位让贤。中山靖王叶玄德仁德兼备，一承大统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句傀儡洋相进出，哀家十分喜欢。叶哥，我真的不行，怕辜负您和太后的期盼。陛下安心就好，太后对你有信心，一切有我。先天高手，寿元200到300岁，但我活不了那么久。多次使用秘法燃烧潜力，身体早就透支了，怕是只剩下几十年的寿命。不过够了，我要的就是这几十年的时间，做该做的事。快了，你怎么来了？雪山冰莲，可固本培元，修复暗伤。这是传说中的东西，我只在古籍里见过。你去雪山了？我看你气息不稳，难道是遇到了雪崩？一点小意外而已。果然，最了解你的始终是你的对手。他早就知道我用秘法强行突破的事，只是没有点破，而是冒死去采了一株雪莲，希望能帮到我。你的身体透支得很厉害，这株药或许能修复你的身体损伤，增添寿命。你为什么？别问。关山月，拿走，我不需要。你我之间到此为止。叶璇，你好得很。这个女人当真是人杰，面对如此危局，她竟也不慌不忙，连发数道政令，一套组合拳下来，各路叛军的兵锋被生生挡住。她还发动了母族，散尽家财，组成了一支右圣军。而现在太后缺的只是一个统帅，我的机会来了。没想到死去的废帝居然还活着，要讨伐太后，这简直是千古未闻之事。太后又应该如何应对？跳梁小丑罢了。叶玄德，你立刻下一道圣旨，昭告天下，你才是正统。禀太后，镇南王暴毙，其嫡长子叶广趁着叶玄远在京城，继承了镇南王之位。太后，臣愿领兵讨伐逆贼。臣大哥叶广弑父夺位，罪大恶极。臣恳请太后给臣一个机会，亲手斩他，夺回王位。叶璇，你也该成家了吧？哀家记得山月那丫头这些年一直跟着你，你们俩的事，哀家都看在眼里。月儿自幼父母双亡，是我一手带大的。你若娶了山月，就是我关家的女婿，内部将不会有任何反对声音，这右圣军便可以交给你。怎么，不愿意？臣愿意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就是夫妻了，要互相扶持，互相体谅。如果当初，可惜没有如果，但现在我终于全了当年的遗憾。也许吧。叶璇，你可知道哀家为什么这么看重你？臣不知。因为你像一个人。叶璇，你的前程绝不止于镇南王。等局势稳定，哀家会让叶玄德让位，哀家会登基称帝。但哀家的志向不在此。
地位只是跳板，哀家要去更广阔的世界。更广阔的世界。等哀家走后，这天下就是你的，我会将地位禅让给你。等哀家在那边站稳脚跟，也会把你们接过去。那边是哪里？更广阔的世界，那不只能是修仙界？太后难道已经掌握了通往修仙界的钥匙？臣多谢太后。好好待山月，他是个好孩子。我不该辜负他的。你早点休息。叶璇，你还是不想要我？那天在雪山，我以为我快死了。我想的最后一件事是还没有和你好好打一场。后来我活下来了，我就来找你了。我关山月这辈子没求过谁，但今天我想求你一件事，你能不能好好看看我？对不起。再给我几个月，我就能突破先天。到时候我会去前线帮你，等着我。妾将为郎君扫平天下。等，我快没时间了。出发！如果我做错了什么，对不起。好，叶璇果然没让哀家失望。各路反王的大军都聚集在这一带，若能一举歼灭，天下可定。我有一计，你率禁军主力正面诱敌，吸引他们来攻打。那谁来夹击？我率右圣军从侧后包抄，两面夹击，一举全歼。可行。真是料敌先期，不愧是太后心腹。向前出击，一举歼敌！叶璇啊，叶璇，你何时来呀？叶璇呢？右圣军呢？叶璇，无耻之徒！周将军，你也要反？哼，反！本将奉旨秦王，何谓反？今日来此，是有一笔旧债，向你讨之。王腾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关口所为？飞将军率3000雁翎卫千里奔袭，斩胡人大帅，杀敌无数，功劳簿上却写得你血战不退，牵制敌军主力。后来太后要除掉飞将军，是你在朝堂上进谗言，说飞将军功高震主，早晚必反。太后一杯毒酒，飞将军死在京城，我们边军被就地解散，没有抚恤，没有安置，多少人穷困潦倒，多少人落草为寇。王腾，你踩着雁门将士的尸骨，爬上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位置，今天该还了。老匹夫，你以为你能杀我？这一枪是替飞将军还的。兄弟们，债讨完了。将军，将军，没事，老夫该去见二位飞将军了。元帅，这是死路，咱们是不是走错了？没错，我是讨债的恶鬼，不需要你们保护。走。父亲，祖父，玄儿，父以你为王，这天下之主。我看，儿臣是来告别的，孩儿志不在此。玄儿，这镇南王之位本就是你的，你若想要，随时可以拿回去。父亲，儿臣想要的从来不是这个，我所做的一切，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，也是为几世的恩怨打上一个句号。父亲，祖父，保重。
王腾死了，佑圣君没了，关家完了。我苦心经营70年的江山，一夜之间被瓦解，为何？王腾、叶璇皆不是庸人，为何会败得如此干净利落？放箭，滚木雷石往下砸，不准退，退者立斩。这个女人当真是人杰，即便身陷绝境，也没有丝毫慌乱。若是换一个人，京城早就破了。可惜，她遇上的是我。你是何人？胆敢擅闯禁地！神归此书，背负3卷天书渡海而来，难道这就是那只神龟？这是世界地图，苍兰应该位于这其中的一片大陆吧？至于修仙者，是位于其他几片大陆？了无生机，原来这只大乌龟真的已经死了。既然得了你的图，那便让你死后恢复自由身。不好！多少年了？乌龟会说话，这妥妥的是妖怪啊！有妖怪就必然有仙人，长久以来的猜想是对的。你的真源，你是叶冲天的后代。是，这是先祖。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？那些锁链不是锁链，而是国运。我父以秘法吸引小部分国运修行，同时也镇压大部分国运，让苍兰王朝延续1000年。你打碎锁链，虽然让老夫重获自由，却也断了老夫的修行大计，也断了叶氏一族积累的国运。若是旁人，老夫今日必杀之。但你是叶冲天的后代，罢了罢了。前辈，晚辈斗胆一问，您为何会在此地？是从何处而来？是那修仙界吗？这处世界名为玄黄大世界，玄黄大世界无边无际，有灵气充沛的大陆，也有无数隧道和无尽海域。老夫当年是随你太祖叶冲天从自己块灵起大陆来到这里。灵起大陆？不错，你们脚下的这片土地，你以为是什么？苍兰王国位于一片大陆。错了，这里只是一座岛，一座毫不起眼的隧道。像这样的小岛，在玄黄大世界，多如天上的繁星。这些岛上多为凡人国度，因为没有灵脉，修炼极慢，所以你们凡人口中的那些仙师，也就是修仙者。当年你太祖突破无望，这才到这座小岛建立国度，但他不忍埋没子孙后代，所以留下了3卷天书。3卷天书？不错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可以凭借天书重新回到灵起大陆。那3卷天书是不是就是我修炼的这3卷功法？是也不是。3卷天书不全是书，而是3件工具。1卷是功法，修炼有成者才有资格去灵起大陆； 1卷是载具，便是老夫；还有1卷是路线地图，老夫也记得清清楚楚。只要取得老夫的认可，就可以前往灵起大陆。那前辈，如何才能获得您的认可？
古往今来，老夫认可的人只有2个半。哪2个半？第一个叫叶青青，他是苍兰王朝的中兴之主，1000年前的人物，天生灵根，资质无双。老夫本来要载他去灵起大陆，但被人抢先了一步。还有人抢先？不错，他的天赋太强，刚从出生就被灵起大陆强者感应到，把他接走了。能让修仙界的人直接跨海来接，那是何等的天资！第二个你也猜得到，太后。200年前他来过这里，当时她还是个少女，但心性坚韧。虽然不及叶青青，但也够了。她之所以想登基称帝，是为了借助国运入道，顺便帮助老夫突破境界，带她前往灵起大陆。原来太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修行，凡间的地位对她来说真的只是跳板而已。那剩下的半个不会是？是你没有灵根，却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。你将3股真元融合了一半，这是太祖当年走的路。你如果能全部融合，说不定就能以武入道，打通人体与天地沟通的桥梁。以武入道？不错，追求仙道的人其有2类，一类是天生灵根之人，另一类是后天的，或因机遇，或因顿悟，从而踏上修仙之路。你的路子只走成功了一半，所以你只能算半个。如果我全部融合成功呢？真元会直接转化为法力，你将突破到修仙的第1个境界，达到通灵3层。3层？也就是说我跳过了前2层？不错，因为先天境界本身是仙道的起点，那些武道秘籍是简化过的凡人修炼的版本。苍兰所有的武道源头都来自那一卷天书。叶璇，为什么？哀家待你如亲子，让你位极人臣，把山月嫁给你，把佑圣君交给你，你为什么辜负哀家？太后，你可曾辜负过别人？200多年前，你也这样辜负过另外一个人。你是？今天，我们只能有1人活着走出这里，输的人死，赢的人踏上成仙路。太后，请。好。不能再拖了。太后，接我这一招，人体爆！我要去灵起大陆。你的资格还不够，你只融合了8成，最后2成需要你自己悟透。老夫可以等你10年，10年之后，你若能成功融合，老夫便载你去灵起大陆。若不能，好。体内的3股真元已经融合了9成，但最后那1成，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去。我的潜力已经压榨干净了。也许这就是命吧。10年前的事我都知道了，我的所有亲人被你活埋在绝谷之中，最疼我的姑奶奶也死在你手里。你为什么不躲？前世因，今世果，欠你的都还你。你我之间恩怨两清。没有亲人，没有爱人，这世界于我而言，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？丫头，你是？你吸收了太后溃散的国运，又以痛苦入道，破开了天地桥梁，凝聚后天灵根。你可以随老夫去灵起之地，